大家好，我是阿庆。今天呢，要来用芭乐做菜。你没听错，芭乐通常都是饭后水果，或者是下午吃点心时候切点芭乐沾梅子粉。但是呢，我们运用芭乐的特性还有香气来入菜。通常芭乐入菜，我建议不要加热，我们是有一些是温拌或凉拌，才有办法把芭乐的特性、甜味、脆度保留住。那我先来做第一道，只要你有蜂蜜跟柠檬跟芭乐一起腌，非常的好吃。说到这个芭乐市面上芭乐品种很多，那最近很流行帝王芭乐，我知道是帝王芭乐在价钱上也比较高，口感也比较好吃。那也有更贵的红心芭乐。我今天呢买的是最容易买到，而且也很有名的帝王芭乐。那这个芭乐先把头尾去除，基本上芭乐在买你只要看表面它的翠绿色均匀，然后不要有硬块，或者是好像有克胸，或者是你摸起来软软的。你要把芭乐运用在料理，我建议是脆的会比较好，软的通常都打汁比较多。好，我先把里面的籽挖掉。好，去完心的芭乐，来直接这样子切薄片，先放在一个碗里，再来加一点盐在里面，1/4小匙，一点点就好。再来把这个切片的芭乐抓一下，抓到盐融化，芭乐表面有出水了，这样子。再来柠檬，来我用半颗新鲜柠檬汁，再来加2大匙的蜂蜜50克，这里呢让这一道的味道更提升更好吃，就是来一点点的姜泥。那这个姜泥量不要多，然后用嫩姜、老姜都可以，一点点姜泥就好，这样子的量就好了。最主要是提味而已。下去的料来拌一拌。芭乐会切薄片，是因为第一它可以很快速的就入味，然后你要吃这个开胃泡菜也很快就可以吃。再来，我不单单只是腌芭乐，我还会加一点小番茄在里面。但是你一定会觉得，为什么一开始小番茄没有加下去？因为你一开始太早下，你在搅拌的时候，小番茄它里面的果肉会染到这整个芭乐，不好看。所以我们最后再加下去，最后加下去拌几下，让它自然的酱汁淹到番茄里面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小番茄的部分来就直接切对半就好，好放进来。下去之后，稍微的搅拌一下，让小番茄去吸收里面的酱汁。好了，第一道非常快速就完成了。来，盖上你的盖子，放冰箱。赶时间的话，其实这个3到4个小时就非常入味。当然，冰1个晚上，隔天吃最好吃。好，再来第2道。南洋风味沙拉，先来处理海鲜，要烫这个虾子跟透抽的水，加一点盐，用一点盐水烫出来，味道会更好。透抽杀好之后，直接放下来烫。我买的是比较小只的，那你要把它换成花枝或新鲜的鱿鱼也可以。自己现剥的虾仁，然后可以的话，我会建议大家这里要开背，等一下呢，它在拌的时候会比较好入味。这个透抽放下去30秒后再放虾仁，因为虾仁有开背，它在熟的时间会特别的快，所以我把透抽跟虾仁时间分开，等一下你一起烫好，口感是一致的。然后再烫这个透抽跟虾仁，诀窍就是你的水不要大滚，保持这样子小滚，烫出来口感最好。好，我再总复习一下一开始透抽滚水之后下去转小火，先烫30秒。虾仁再放下去之后，1分钟就可以捞起来了。烫好之后，让它稍微放凉一下。来，现在来准备沙拉的料。芭乐呢，切斜片，你先像我这样子切，然后你刀打斜，这样子切起来像这种感觉。那先把芭乐放到碗里来，等一下用拌的。再来紫洋葱。直接用1/4颗，然后顺着它的纹路直接这样子切。来，紫洋葱放下来，再来小番茄。这里的小番茄我会直接这样子切，我不会对半，因为对半太大颗，比较不容易入味，有一点圆片状，这样子味道比较好进去，然后口感也会比较好。切一点红葱头，切完之后再把红葱头剁碎，这样味道比较容易出来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红葱头加下来。来，开始调味，泰式鱼露1.5大匙，它的这个味道，它开始有一个独特的鲜味，但这个鲜味有些人会觉得是腥味，但是你拌出来
配合柠檬之后，就变一个很香的香气了。再来新鲜柠檬汁半颗的量，好，糖一点点就好，1/2小匙。这里先抓，等一下我们再下第2部分的料。抓的时候不要太大力，因为太大力你会把这个番茄抓烂。那你在抓的同时，你会发现这酱汁会变有一点点微微的红，就是因为番茄汁它会释放出来，让这整道沙拉看起来颜色更有食欲。来，抓到糖有散就可以了。再来第2步，透抽，直接先切一切，加下来，虾仁也加下来。最后最重要的香菜切细碎状加下去，再来这个就是第2次的搅拌了。为什么我要分2次？我跟大家讲，因为第1次在抓，你要让芭乐啊、跟洋葱、红葱头还有番茄让它味道出来。你太早把海鲜料加下去，它的味道还有色泽，让这道菜的成品不会那么漂亮。你分开拌，拌出来不止颜色漂亮，口感也有层次感。好，最后。我的习惯，我会加1大匙的橄榄油。如果你有香茅油或是柠檬油，哇，那更好，对这一道的味道会更搭。直接可以上菜了。好，最后这个就看个人，我喜欢加一点坚果在里面。第2道完成，南洋风味沙拉。好来，第3道哈，来第3道比较特别的地方，我要先把芭乐先切比较细一点的丝。切好的芭乐丝先放碗里，因为要来腌一下盐跟糖。这里加1/4小匙，一点点的盐跟1/2小匙的糖。来，先抓一下，抓到让芭乐稍微软化，然后芭乐汁有出来。好，抓到像现在这样，表面有湿湿，然后没有那么脆了，有稍微软了，让它静置10分钟。来，那我们来切皮蛋。皮蛋要先用水煮过，小火煮10分钟。你把皮蛋煮熟，剥出来比较漂亮。等一下下去切，也不会被里面溏心的蛋黄膏粘的全部都是，不好切。你们知道皮蛋为什么会叫松花蛋吗？你看这个形状很像那个冰花，这个呢看起来就很像那个松花，所以松花蛋的由来就是这样来的。先把皮蛋给切开。再来要摆盘了，先把刚刚腌好的芭乐丝放下来，再来皮蛋一个一个放上来。来调酱汁，黑豆酱油2大匙。如果你是一般的黄豆酱油，我会建议1大匙就好。一般的乌醋1大匙，白醋1小匙，二砂糖1.5小匙，冷开水1大匙。搅拌到里面的糖完全融化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来把酱汁从皮蛋上面淋下来，记得哦，尽量每一个都淋到哦。然后它的酱汁会自然的流到那个芭乐汁的下面，它味道非常的搭。切点细葱碎，再切点香菜，香菜也是剁碎，跟葱一起剁。2个混在一起，我觉得这道菜葱跟香菜的味道搭在一起非常棒。不吃香菜或不吃葱，你可以择其一，来放到碗里。再来半根的辣椒，把籽跟里面的膜去掉。这个辣椒呢也是切细碎状。不吃辣椒朋友，你可以换成红甜椒，或者是不用加。辣椒加下来。好，这3种把它搅拌均匀。再来，你就均匀的铺在这个皮蛋的上面。现在要来炼花椒油，这里花椒用2种，一种是大红袍花椒跟青花椒，这2种你到食品材料行或是中药行都很容易买得到。买不到大红袍，你就买一般花椒，或者是全部都一般花椒也可以。油2大匙，趁它是温的时候，把花椒加下来。来，这里用小火慢慢的去炒这个花椒，这个时间大概在1分钟就好。炒到你看花椒颜色转深，它这个花椒的味道很浓的时候，来关火，记得哦，不可以到刺鼻哦，刺鼻就过头了。拿一个细的滤网，直接。第3道椒麻皮蛋完成。来，最后一道芭乐，我要跟猪颈肉，就是俗称的松板猪，
一起做一个结合。我的灵感是来自有点像生菜虾松，我只是把虾松里面那个虾换成松板猪丁，我觉得风味也很不错，但做法稍微不一样。好，看看吧。切半去籽的芭乐，再从中间切一半，这边再切一半，好，然后从这里中间切一刀，好，这里也是。好，有点斜斜的，再切刀。它这个芭乐啊，它中间已经有挖开籽了，所以你要下去切丁，要有一点小小技巧。你照我这种方式切，你会很好切。这样子就是很漂亮的丁了。用1/4小匙的盐腌一下，跟1/2小匙的糖，我用2砂糖，好，搅拌一下，好。来搅拌好，让它腌一下，等一下它会稍微出水入味。这里准备一些红甜椒丁跟黄甜椒丁，再来猪颈肉，把它切小丁状。这个猪颈肉腌一下盐，盐是1/2小匙，让它有个底味。还有一个作用就是，你猪颈肉跟盐先抓一下，它里面的脂肪跟盐会产生乳化，会让这个猪肉它的保水性会更好，吃起来口感更 Q 弹。来抓到你会发现这个肉啊，它变很有粘性，就像这样子。把肉的筋性还有它粘性把它抓出来。锅子里稍微预热一下，加油1大匙，把这个松板肉丁加下来，刚下去先不要急着炒，煎出香气来，来慢慢的炒。我现在全程是用中火哦，火不要太大，因为我们的油没有放很多，所以呢你火太大怕它容易烧焦。中火慢慢的炒出猪颈肉弹牙的口感，还有它本身肉质有少量的这个油，香气才会出来。用中火炒了3分钟。来，你会看到你的猪颈肉丁已经熟了，然后也都上色。最重要的是它的口感已经炒出来了。来，先关火。来，这个时候加入一点点市售的油葱酥，你要加蒜头酥也可以，但我觉得油葱酥这一道菜比较搭。再来，刚刚切好的彩椒丁，然后市售的胡椒盐，建议白胡椒盐，差不多是1/2小匙的量，因为肉本身就已经有咸度了，所以这个不要太多。这时候就要大火咯，快速炒几下。这里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你要把红黄椒它的生味给炒掉，这过程大概30到40秒就好了。好，关火，炒好我先放旁边了。我有准备这个结球莴苣，也是俗称的美生菜。好，那这个腌好的芭乐丁放旁边。最后一道生菜松板猪完成。今天以芭乐为主角的料理，你有学起来吗？芭乐其实是1年4季都有的一个水果，尤其是现在正是盛产。喜欢吃芭乐的朋友们，不妨可以试做看看我今天分享的4道料理，相信我，你们会对芭乐有所改观哦。